前有杰克靠船，后有基德断臂，盘点海贼王中的顶级莽夫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。海贼王中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职业，头铁无人可挡，战绩全靠鲁莽，偶尔有点高光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吃瘪。这样的人才在伟大航路中并不多见，但绝对不是没有。也不知道他们是故意还是不小心。让我们来认识认识海贼王中4个顶级莽夫。杰克是百兽海贼团最弱的大看板，但凭借那一句“你当我是谁，把船靠过去”，成为伟大航路勇气精神的代言人。海贼王也许会有好几个，但靠船王有且只有一个。虽然是山寨之中的地中地，却敢直接挑战拥有元帅战国、大将藤虎、大参谋贺的海军舰队，以一己之力对抗灭国之力。杰克从此一战成名，走上人生巅峰，长期霸榜海贼王顶级莽夫排名。就实力来说，杰克和镜、回应相比，并没有什么格外突出的地方，但是他的体格格外硬朗，像果实古代种猛犸象形态的力者，又是古代种又是猛犸象，赋予了杰克皮糙肉厚的生命力。同时他还是暗代石斑鱼鱼人，石斑鱼是一种强悍的肉食性深海鱼，所以杰克的莽是刻在血统因子里的。鱼人族在海贼王中也是强大生命力的代表，身为能力者的杰克能在海底存活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凭借这么多 buff 加持，杰克在莽这件事上直接停不下来了。在挑战完海军梦之队后，又硬干另一头最强生物象猪，被他老人家一鼻子抽飞。后来在和之国，杰克来到酒里抓海贼，莫名撞见了阿修罗童子，马上飙了一顿垃圾话，然后就挨了顿刀子，气得杰克又跟人打起来。到了鬼岛决战，杰克直接带着一群小弟硬刚左右的月光狮子军团，最后牙都被打掉了，身价暴跌。然而都这样了，杰克还没有放弃，用胶布把自己的牙粘上，又开始跟犬男决斗，最后被阿狗一9踹爆。所以莽夫杰克到底击败过谁呢？巴杰斯是黑屋子海贼团创业团队之一，老板黑屋子从一开始就顶着被追杀的人设，追杀他们的还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海贼团白屋子海贼团。可想而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愿意跟随地奇的人，得是一群什么样的狠人？肌肉肯定很发达，头脑也很简单。初次登场时，就一个人跑到魔古镇的塔顶，非常嚣张的四处挑战对手，自称格斗冠军，直接拉了一波仇恨。要不是娜美拦着，当时就要被路飞和索隆打一顿。后来遇见艾斯，人家话还没有说完，队友放奥卡就直接出手了，紧跟着巴杰斯也来凑热闹，扛起屋子就想砸艾斯，结果被艾斯一个岩界火柱直接反弹，对手没打到，倒是差点把黑屋子炸了。从此之后，巴杰斯就跟烧烧果实结缘了。2年后单枪匹马杀到了德雷斯罗萨，想要在竞技场里拿下烧烧果实，结果这次碰上了萨博，第一次交手就被龙爪拳打了个稀烂，第2次交手又被火焰龙爪拳直接轰飞。莽夫巴杰斯自从碰上了这3兄弟，就一直在吃瘪。原本以为他该消停消停了，结果本作目前最高光的操作来了。身负重伤的巴杰斯愣是扒在革命军返航的船底，成功到达了革命军总部白土之岛巴尔迪哥，最后招来黑屋子海贼团将这里摧毁。他和萨博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现在巴杰斯已经夺得了非常特殊的莉莉果实，真正成了个浑身干劲的莽夫。与特拉华交罗一战，直接将整座山搬了起来。不管有没有效果，唬人是真的。也不知道巴杰斯什么时候可以改喜欢乱扔东西的坏习惯。伟大航路有2个红头发的男人，一个断了左臂，另一个也断了左臂。作为引领新时代的3船长之一，记得从一开始段位就被拉得很高，但连11名超新星齐聚香波地群岛，悬赏金最高、危险程度最高的就是基德，风头还盖过了路飞。在酒馆里，就因为阿普多看了他一眼就爆炸了，冲出来马上就要跟他干一架。这种暴脾气要是放在其他地方，就是那种活不过2集的喽啰。但是尾田给了基德很多设定，霸王色霸气，吃吃果实，独特的外号船长，这就跟某个人的外号是爸爸一样。每个海贼在喊基德的外号时，都会不知不觉被占便宜。在草帽一伙消失的2年间，基德在新世界大干了一番，几乎都是高端局，直接找4皇的茬。曾经打伤了比格曼的将星，摧毁了几艘船，让大妈吃了个大亏。后来又满去挑战红发海贼团，结果连红发的面都没有见到，就一次被贝克曼砍断了左手。没有主角的命，却拿了主角剧本的基德是那么莽，那么努力。终于，他遇见了凯多凯老师。面对巨强生物的威胁，阿普直接跳反，霍金斯被迫投降，只有基德选择了开干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被凯多虐了一顿，送往和之国采石场接受改造。这时候都戴上海螺石手铐了，还不想消停，在监狱里和另一个莽夫玩起了各种魔鬼肌肉人竞赛，最后一起组团去鬼岛挑战4皇。在打败比格曼之后，基德成功证明自己自信心爆棚，于是从和之国出来后，就一头扎进了巨人国阿尔巴夫，然后又碰上了红发香克斯。面对目前处于巅峰期的红发海贼团，赢回2名船长的巨兵海贼团以及无数红团麾下海贼，这次连基拉都开始担心了。没想到基德直接开骂：“你以为我是谁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是等打输了再考虑后果吧。”基德有望接过杰克的位置，成为靠船王 2.0。即便是本作主角出场自带主角光环，各种 buff 叠满，但路飞的莽有时候还会让人捏一把汗。
爷爷蒙奇 D 卡普是一个从小就骑着老虎玩耍的猛男，爸爸蒙奇 D 龙是目前世界最危险的罪犯。到了路飞这边，将这种家族文化发扬光大。天龙人世界的3大机关被他毁了2.5个，掌管司法与审判的艾尼艾斯大厅，但被路飞率领的队伍大闹一通后，又惨遭屠魔令毁灭。深海大监狱推进城因为路飞的越狱梦之队被彻底突破，防御崩溃，间接导致了推进城第6层囚犯的逃脱。至今还在不断给剧场版特别篇输送人才，象征海军最高战力的海军本部，一场抵抗战争云集了10万海军精锐，还有王下七武海这种怪物级别的战力。但新人王路飞就是敢搅入这样的战局，完全不管背后的巴基尖叫声有多大。讲真，当时战场里随便倒下一个海贼，可能赏金都比路飞高。可以说，从阿拉巴斯坦开始的每一场战斗，路飞所参加的都是真正的高端局，对手要么是老沙这样的七武海，要么是艾琳路这样的 bug， 要么是陆奇这种800年来最强特工，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就好像出海时选了地狱难度，硬是靠着丝血过关斩将。直到香波地群老被打醒，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足，跟着雷利老师开始潜心修炼。2年归来后的路飞彻底变了，变得更忙了。还没到新世界，就将4皇之一的比格曼正式宣战，然后又一口气端了多弗朗明哥的生意，把卡老师气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这还没完，王路飞还敢带着少数几名伙伴，直接闯进了比格曼的地盘，一个人单挑愤怒的糖果军团，然后不出意外的被暴打了一顿。而忙到这种地步，就是为了再次吃到3只的饭。他争我哭。到了和之国篇，路飞从踏上和之国的陆地开始，就一直在搞事，直接打乱了罗和其他伙伴的原定策略，一上来就单挑了凯多，留下了雷鸣八卦的传世经典。鬼岛决战时，罗吸取教训，既然队伍里有路飞和基德这2大莽夫，那就让他们去当正面突破的主力，这里绝对没有吸引火力的傻瓜之类的意思。最后路飞和基德也非常成功的完成了任务，让罗的奇袭作战成功。没想到莽夫也有被活用的一天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莽夫的盘点啦，还有哪个莽夫让你印象深刻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。我是朱爱本，下期见啦。